大家好，欢迎各位参加智慧车辆关键技术网络研讨会。在这个主题为各位介绍 MR2 硬体在线回路系统。如果你有马达驱动开发的研究需求，那么我相信 MR2HL 将会是可以协助你完成开发任务以及验证的一个非常好的设备。我们是凯登自动，专注于 HL 的开发，并且是针对马达驱动器这种领域所需要的 HL。我们来自台南，我们进驻在台南新创园区，这边有蛮多的一些新创研发公司，我们也是其中的进驻在里面的一员。在 MR2 完成开发以后，我们呢随即申请了专利，那也很快以最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台湾的专利。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大的认可，也代表呢这个产品它的一个独特技术还有专业性。那么我们很快的进入今天的主题，MR2 硬体在线回路系统。那相信大家对于 HL 并不太陌生，不过呢，为何要说专用于马达驱动控制器的开发呢？因为电力电子的 PWM 呢是需要很快速的截取，然后呢，也因为电力电子，因此它的一个模拟的模型呢要运算的非常快，然后在极快的这种取样与运算以下呢，你的精度也要兼顾，所以这些都是它困难的地方。那后续来一一为各位介绍。相信各位看到 V Model 一定不陌生啊，所有的开发流程呢，基本上比如说从一开始的 MIL、SIL 到 PIL， 还有包含这些设计文件，直到研发人员进行开发，最重要后面的开始验证。那这些验证如果发生一些问题，你要回来检视当初的规格或者说设计等等相关的，是不是符合呢？再重新验证开发一次。那当然这个地方呢验证的部分，一般我们都使用动力计在我们的驱动器的一个实验，但是这个呢其实是比较耗时的，而且比较有可能危险的发生。因此怎么样加速这样的一个开发的迭代过程呢？我们是需要可以用更好的工具来协助我们进行开发。这是我们常见的动力计平台有一个带车物，还有一个加载的这一端。那它可以测试什么样的功能呢？比如说一些保护功能啊，转取输出啦，包含速度控制等等相关的，很多都可以在这个上面做验证。那当然我们会发现，当你要做一些比较极端的测试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点点危险的这是有点危险的。因此它有几个状况，第一个它的测向是有限的，比如说我喜欢举例说像输送带这一种的，原本就已经有负载在上面，那你要比如说你的转取要大于原本的负载端往上转动的时候，在真正的动力计上面要做零速的 holding 是比较困难的，它一定有一些抖动。第二个呢，它就是有高风险，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做一些非常极端的测试的时候，其实是蛮危险的。那么呢，在这个配线上面或做测试呢，会耗费比较多的人力物力。因此我们在思考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在做这种动力计平台测试之前，我们可以怎么样加快我们刚提到的这个软体开发的迭代速度。这是一个马达驱动器的一个配置，基本上呢，它会配置一个控制板，然后呢，还会有一个所谓的功率板。那控制板跟功率板之间呢，基本上会有一个排线接着有可能你也是一体机控制板跟功率板在一起的。不过最主要是它把控制板的讯号放大，然后要去驱动我们的马达这样的部分。如果我们前期开发使用 HL 平台来进行验证，那取代了动力计平台，可以获得更多的验证，包括多样性以及极端的测试，可以加快我们软体的开发迭代速度，而且一路从 SIL、MIL、PIL 开发下来呢，会有更高的一个可靠性。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控制板跟功率板的部分，那么因为我们现在不需要动力计平台，所以呢，我们只要控制板对接 HL 平台，在这个平台里面呢，你的策略呢会非常的丰富，而且做非常多严苛的一个验证、极端的测试，而且是一个在安全的环境底下来做验证。因此呢，在这个开发的速度呢，可以非常快的提升，而且呢，可以更有可靠性。所以相信使用 HL 来进行马达驱动控制器的开发验证，绝对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那么但是问题是这样领域的 HL 有哪些部分需要去克服的呢？还有哪些关键技术呢？接下来我们来一一为各位介绍。首先呢，我们会知道 IGBT 啦，或者是这种 PWM 开关的切换频率，基本上都会很快。那我们要截取这样的 PWM 讯号，至少要高于10倍甚至100倍的计算。那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的载波是10K，那如果说我的模拟步长只有10 microsecond，那么我的解析度就只有10% 而已。那如果说我快到1 microsecond，那当然我可以提高更高的解析度。那么呢，这个解析度呢，会完全的影响到我们的这个马达迭代的一个运算，还有电流运算的一些误差。我们由这个例子呢，来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个是我们截取 PWM 的一个示波器的图形，然后呢，我们把这个 PWM 的一个开关这个地方呢，不断的把它放大，我们再放大它，那你会发现中间这边有一个错开的地方，很短的地方，只有2 microsecond， 这个是所谓的 dead time。那整个的开关呢，你看这个低准位动作差不多将近10 microsecond 而已。那如果说我的模拟步长就只有10 microsecond， 我就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电流变化，这样子就会失去我们在做 HL 的一个精准度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是非常严苛的。所以只有越快的迭代速度，越快的截取速度，才能够更精准的把马达的模型还有这个所谓的一个电流呢回授给这个控制器。除了迭代速度以及截取的 PWM 速度要够快以外，其实还存在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实体线路的一个传输的一个延迟。也就是说，我们 PWM 进来之后，我们开始做运算，但是最终结果还是必须透过类比或者数位讯号输出，这边的这个电路线程呢，还是会造成的一些延迟。那基本上这个延迟一般大概会有2个模拟步长2个 time step 的一个延迟，因此这边呢会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挑战，因为毕竟你步长要快，而且你的电路的延迟呢要越短是越好的，因此如果说你的延迟太长呢，就会一样影响你的整个的一个模拟的一个效果。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MR2 这边呢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收到 PWM 之后，我们可以响应电流呢是在 1.5 microsecond 到 2.5 microsecond 之间。那么呢，这么快速的可以回授这样的一个电流以及相关的这个编码器，那很多客户就利用这样电流可以快速响应的一个特性，可以来验证他们所谓的一个 shunt 这种传感器的一个演算法的合成的一个部分。接下来呢，会跟各位息息相关的是这个马达模型的建立，还有参数的导入的工作啦。为什么它很复杂呢？也就是说，比较绝大部分的 HL 平台呢，基本上都是透过使用者自己要去建立马达的一个模型，然后再拿它部署到他们的所谓的一个 target 上面。那当然这边对于开发者，他对建模的技巧的熟悉度就必须要非常的熟练。那可能在一个昂贵的测试平台上面需要蛮多人才能够把它整合起来开始做测试，这样会让我们所谓的这个测试设备的这个架动率提升不上来，这是很可惜的一个事情。那在 MR2 这边呢，就是打破了这个困难点，我们呢不需要建模就可以直接使用，所以我们号称随插即用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的存在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提到刚刚一直说 PWM 的取样要够快，迭代的运算速度也要够快，操作的便利性，还有模型的准确度。不过更多使用者他想要更精确的这种电机模型的运算，所以要怎么样提高整个 HL 的一个模型的一个精准度呢？我们目前 MR2 可以结合业界擅长使用的 ANSYS 或者是 JMake 的模型转表，它呢可以直接提升电机模型的一个模拟的准确度。而且在底层呢，它可以将这些表格呢载入到 MR2 内部，可以透过IDIQ 去查得 LD、LQ 还有 Lambda M， 整体呢可以提高这样的一个模型的一个精准度以及运算。那么另外一个是说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元件等级的参数，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也就是说在 MR2 里面，它可以设定所谓的导通阻抗，还有二极体的顺向电压。这样在这么细微的这个模拟的底下呢，
可以更精确的、更贴实真正的一个电机整体测试的一个模型的一个精准度。整体上来说 ，MR2 以最真实的马达即时模拟为理念来开发。那目前它整体的一个主回路运算高达10 MHz，目前应该算是业界最快。那其中呢，包含 PWM 的取样啊、马达模型的运算，还有类似这种数位的这种编码器的输出，都是在10 MHz 里面一个 time step 完成。那对于类比这样的输出，包含电流啦，或者说 reliever 这一类的，我们是高达1 MHz。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MR2 的一个核心理念我们不需要建模嘛，所以它是可以实现随插即用，然后目前直接可以点选各种不同样式的这个电机模型就可以使用，而且这些相关的一个外挂模组也都是全部透过参数来设定就可以完成。那也支持这种外部连结的 RT 系统，就可以直接使用做联合仿真的部分。这整体呢都是我们 MR2突破了这些相关的关键技术，是我们的一些核心的一个理念，还有产品的一个特色。前面呢提到了 MR2 HL 的关键技术，接下来跟各位解释 MR2 的一个特色，包含它的一个架构相关的配置，那可以一目了然的了解装配 HL 其实并不困难，而且有一些相关的实测数据可以提供给各位来比对一下那 MR2 的一个强大的这个仿真的一个精准度的部分。那这是我们 MR2 主机的一个外观，那我们直接将这个端子台这个地方放大来看，大家可以非常清楚可以看到上面我们的一个架构简易的一个图示可以给各位看一下。那下方这些端子台呢，其实都已经预设配置好，包含 PWM 刹车电阻，然后还有的3项电流 ABZ EVW reliever 这些常见的编码器，我们直接呢坐在我们的这个整机的上面，好处就是说你不需要再去配置透过软体再配置指定说我的端子台这个功能是做什么用的其实不需要了，我们直接透过软体去设定它的比例高准位低准位动作，这样就可以开始实验了，这样会加速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配置的一个简易性跟便利性。那下方这个架构图呢，也很清楚的跟各位说明一下，我们 MR2 在内部的一个这个整体的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电网的部分。当然这边示意图是一个交流入力电，那相当多的车用是有电池的稍微介绍到，我们这边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入力电。那最主要这边有一些电感跟电容的一个设定DC choke 啦，还有我们电容上的 ESI、ESL 都可以设定。那接下来就是我们 PWM 的一个部分PWM 这边有我们是3项 2 level 的，然后这边有一个刹车电阻，这个电阻值也可以通过参数来设定。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个电机的参数的设定的部分，然后还有我们的所谓的电流传感器的设定的部分，那还有我们的编码器这是一个一个的架构编码器的部分。当然最终我们还会有一个负载端的一个设定，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在 MR2 里面可以很简单的分门别类的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就可以加速客户可以理解说好像一个大系统好像很多参数需要设定，其实我们把它区分开来，就是分成这几个部分来针对它的设定跟使用这样子。那这边呢，从一开始的电源相关，我们这边有相关的电网我们可以这边有除了刚刚的交流啦，我们有电池啦，还有可以查表的啦，都可以透过这样的参数设定来看你的实际应用为何。那还有这边我们有包含直流母线的一个电容DC choke 这些参数都是可以设定的。那早期呢，我们在一些工业上的使用会发现，客户会有这一种所谓的非理想电源的情况，比如说瞬间断电，会有一个什么 notch 啦、spike 啦等等相关的一个不平衡的一个情况出现，来模拟很像真实的一个情况。这也是我们可以提供的一个电源品质的模组，可以提供给客户来仿真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就是车用的部分呢，现在目前很多应用它需要电池，那我们目前有一个电池模组可以提供给客户，可以使用锂电铅酸镍氢可以去切换。而且我们更特别的是，我们在锂电里面的正负极呢的材料呢，是可以有很多选项可以任意搭配，包含几串几并啦，初始电量啦，
安培小时啊，这些参数一样都是可以透过参数表来设定，这是有别于其他 Hill 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方。我们提供这么多不同电源，而且包含电池模组的这种应用呢，是相当的丰富。那么呢 PWM 的部分其实设定非常的简单，它只要去设定你的 PWM 的动作组位，比如是氦动作或漏动作，你不需要再去设定说，这个开关的所谓的 GS 值啦、后等相关的，其实不需要设定这些参数了。那还有就是说，这一页你可以说，我的刹车电阻是氦动作或漏动作，那通过软体是去设定是否要使用这个刹车的这个功能，就可以这样子直接设定。那刚刚已经有提到了，我们还可以设定导通阻抗，还有顺向电压这样子这么底层的元件等级的一个设定。所以在 PWM 等级里面这个 PWM 的一个相关参数里面呢，其实是非常简洁的基本上你只要设定氦动作或漏动作就可以开始使用了不会那么的复杂。那么马达相关呢，我们目前有提供感应非同步马达这个属龙式的。那永磁这边呢有 SPN、IPN 同步磁阻。那无刷这个地方 BLDC 我们特别指的是 T 型反电动式另外一个是 PMA 同步磁阻。这目前是业界最常使用的一些相关的电机模型，我们都直接透过参数就可以切换设定来使用了。那电流回收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提供最基本的3个或的那你可以自己使用2个或3个，还有包含 shunt 的，我刚才一直提到，因为我们的 PWM 截取之后运算完输出电流是一个非常极快的响应，所以你在这种 shunt 的都可以直接来使用。另外一个是我们是外挂一个电路可以提供给你们做 Delta Sigma 的这种IC 转换，让你的电流传感器更精准的这个转换的一个电路，我们也有提供。编码器呢，我相信是一个我们 MR2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第一个，除了我们有基本的增量型或者 Reloader 这种编码器以外，我们更提供了一些业界也常用到的，比如说像 PWM 编码器，还有这种工业用的 Tamagawa 或贝加福的这一类的通讯型编码器，还有像电梯行业可能会用到的海德汉ERN1387的这一类型的类比型的一幅 VPP 的编码器，我们也有提供，包含一圈一选的 Cyclosine 这一种，还有通讯标准型的这种 BIS IC 所产生的这一种编码器，都可以透过我们内部内建的或者是我们的外挂模组可以直接做搭配，就可以来输出了。所以除了电机模型精准外，这个编码器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模拟的一个环节啦可以提供这样的各种不同的，否则的话你只有少量可以引用的编码器，似乎跟真实的一个情况还是有一些落差的。接着最后面我们会有一个马达的一个负载的马达负载就是说我们可能是要透过像动力机那样的一个加载，我们有一个多功能负载仿真模组，就可以像动力机一样给它一个做 TN 曲线的一个测试啦，或反复式的加载都可以。那如果你未来有做到更完整整体系统的验证的时候，那么我相信你一定会利用第三方的相关的软体，然后将你的物理模型部署到 RT 系统稍微提到一下，这样子也可以跟我们 MR2 来做联合仿真可以透过我们的 RT Connector 针对NI 的这种 RT 平台，或者是透过 CAN bus 也可以交握。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刚才提到的CAN bus 除了可以做联合仿真，它还是有做一些通讯上的功能，或者是你可以利用我们的 RS485 做一些整个自动化的一个排程的测试，都可以透过这些界面。另外一个就是说刚刚提到的，如果说你的电流传感器所使用的是Sigma Delta 的这种电路的话，我们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电路板可以来提供给你做一个转板，让整个电流精度提高，让你可以直接来引用这是我们 MR2 相关的一个特色的一个部分。那么呢更特别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固定拓扑，所以因应市场的一些相关的需求，如果市面上
有越来越多人希望它用了不同的架构，而且也逐渐变成主流之后呢，我们就会将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拓扑呢，纳进来变成我们的标准产品。因此我们有一个升级的一个特别的版本叫 MR2 Pro， 是我们新的一种机种。那针对呢这种 3 level 或6项电机的相关应用呢，我们已经把它整合在里面的。那3 level 里面当然就包含了 NPC 跟 T-Type 的这种拓扑。那6项的电机呢，目前 paper 上可以常见到是双三项啊或 VSD 的模型，而且我们也可以让使用者来查表，这个我们有内建这些功能，让客户可以选用说，是不是要使用查表的方法。然后呢 MR2 只有2组扩充插槽，我们在 Pro 上面多新增了一个，一共有3个。另外一个是很大的特色，就是当我们在做 HL 测试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蛮需要大量的这种类比输出的这种模组。那么在 MR2 上面呢，其实是比较少的，但是在 MR2 Pro 我们直接一次就提供16个 100K 同步的这种辅助型类比输出，可以让整体的模拟这应用呢会更快速，而且也不担心说这样的一个类比输出不够用的一个情形。接着我们讲解配线的说明，由这张图可以看得到，这边就是红框的部分，就是 MR2 可以模拟的地方。那蓝色框的部分呢，其实这边有点类似，我们可以用一张开发板来示范怎么样跟 MR2 对接，所以可以很简洁的、很快速的就可以开始透过开发板来开发验证。我们用这张图直接来说明一下，你只要准备一张控制板，然后将 PWM 跟 MR2 对接，然后把 MR2 输出的电流或者直流母线跟控制板对接，以及选用你一种你要使用的编码器跟控制板对接之后呢，我们只要将电脑的 USB 跟 MR2 对接，开启软体，将参数设定好，其实在 MR2 内部的电机就已经开始，这个模型就已经开始运转了。然后你会输出 PWM 波，控制板输出 PWM 波之后呢，当然内部就会开始运算，让我们真实的像这种马达的运转的效果情况，输出给这个控制板，比如说有3个电流啦，直流母线啊，而且在这个同时，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软体画面，你可以同步的在一个 scope 上面高速的看这样的一个内部运算的一个结果，当然同时间也会输出，刚刚所接的这种相关的 PWM 的输出，同步呢来输出，这个时候控制板就一定会认为说它在接着一个真实的电机在运转，因此你就可以开始做一些相关的验证测试，比如说 TN 曲线测试，一些反复式的加载，或者是你要刻意要测试一些 PID 那种图加载的情况，或者是读转瞬间读转 CC clamp 的测试，或者极减速DC bus 回升在面对大惯量的问题，或者是欠项。所以在这种各种情况底下，你可以发现我们可以简易的配线，随插即用，而且可以快速的验证。我相信这是 MR2 这种 HL 最大的一个好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直提到说我们的模拟仿真极快，响应极好。那么呢，如果说没有实验数据，就很难取信于客户。所以我们有做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把真实的驱动器分成2边，一个带真实的电机，另外一个把那 PWM 分接小讯号接到 MR2， 我们同时间输入 PWM 去由示波器观察真实这个马达产生的电流跟我们模拟出来的电流是不是有一致，其实完全非常的相近，包含直流母线的回升，还有一些比如说客户的验证跟他要的一些数据跟他们在评估的时候跟实测的数据几乎是重叠的，包含我们内部有使用动力计平台来验证这些曲线的一个特性是不是一致，所以我们只有这些相关的数据来佐证，其实 MR2 在100 nanosecond 的一个模拟结果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所以呢，我们用 MR2 有什么好处呢？早期啦，我们如果说用这种动力计平台在测试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一些而且非常耗电而且很耗时间，大家可能在等设备啦这种情况，所以而且你人员可能要到现场去，因为不见得设备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就拥有，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很困难的地方。
那么如果说你今天有 MR2，基本上你在弱电的环境，你不用担心会有一些危险的发生。那另外一个呢，你可以模拟现场的问题，快速重现，你可以很节省非常多的时间，而且呢，你可以在你的一个所谓的研发单位就可以做这些测试跟验证，你不需要建置大量的实验设备，省钱，而且很环保。那研发人员呢，也不用频繁的出差，公司可以节省大量的一个成本，这些都是用 Heo 来开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处。那么目前呢，有使用 MR2 的客户呢，基本上都是做驱动器相关的一个各大公司。那我相信这些公司也对我们的产品有很大的一个认可，所以我们会朝更精准更便利的一个使用来进行开发跟发展。另外一个学术的部分，也因为 MR2 的精准度，他们也利用 MR2 来作为 paper 这样演算法的一个验证，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肯定。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如何做全系统的一个 HL 的一个模拟。在 HL 测试过程，最终一定会希望整个系统呢，可以跟真实的一个情况越接近是越好。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我们的马达其实是可以被用在各种各样的一个场合里面，从你一般的家电到工业到车用，全部都有。那么对于 MR2 而言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目前呢使用者准备了控制板跟 MR2 对接，但最终后面的负载有这么多复杂的物理模型，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完成呢？其实我们有提供了一个方法可以这么做。左边呢，一样是利用 MR2 来完成电机的一个模型，但电机后端的负载，你可以使用你最熟悉的一个软体来开发之后呢，当它部署到RT 的一个平台里面，中间可以透过 CAN bus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 RT connector 来进行联合仿真，这样就可以很方便快速的完成整个的一个系统等级的一个 HL 的一个模拟，而且呢，并不会说只有拥有左边或右边，你可以联合起来，然后又可以独立针对你的驱动器进行开发。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一个整合方式呢，是最大的一个便利跟快速的一个方式。然后呢，我们目前有蛮多的一个案例，就是说，比如说跟 CarSim 的一个结合啦，或 BySim，那其他比如说第三方的一个软体，比如说 MapleSim 啊，或 Simulink 都可以结合，直接帮它部署到各一种的RT 平台，就可以开始进行联合仿真的一个验证。所以呢 MR2 HL 它可以做哪些事情呢？第一个，它可以让你在比如说你的 MCU 要去评估的时候，或者是更换的时候，你可以快速的验证说这样的一个 MCU 是不是符合你的使用。那对于新演算法的开发呢，你可以直接在 HL 上面看到效果进行修正。那极端的测试这部分呢，就是说你有很可能在做一些非常极限的一个验证的时候，其实会很危险的。那在 HL 的平台里面，它是一个很便利，而且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来进行验证。而且呢，我们在很多地方可以及时回馈我们在控制器上的问题，而你可以在研发端直接可以透过 MR2 看到这样的问题，及时解决。另外一个是比较特别说，很多客户的一些问题可能偶尔发生，那你可能要到现场去，甚至说有时候又不容易重现，那么你可以透过 HL 可以让它不断的运转，而让它达到重现的一个效果，你就有机会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进而解决它。接下来就是设备无法取得，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比如说，那是一个很庞大的设备，而且必须要在应用的场合才有办法实测，那么一定要到现场去才有办法测试。这个困难呢，或许你有 HL 的时候，你可以在实验室就已经针对这样的问题找到了解决的方案，然后到了现场呢，我相信就可以很快的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子对于客户来讲也会有，对研发来讲也会有很大的一个信心对产品的认可度也会更高。那么这边我相信到目前为止，各位对 HL 一定都不陌生，也大概了解。可是呢，大家在选择 HL 的时候，一定有很多问题。那么我们再借这个机会来跟各位说明一下比如说
你是不是在评估 HIL 呢？什么样的 HIL 才适合你？那你可能会思考说，那市面上有这么多 HIL 产品，差别为何？那我们简单快速说明一下。目前呢 ，HIL 可以朝功能性、规格跟操作界面，还有它的价位来进行区分。那功能性，比如说你是做一些物理建模的，需要复杂运算的，可能会是在使用 RT 的这种模型。那如果你在做电力电子、电网相关的，那你相信一定会用 FPGA 等级的。那如果你是用 RT 这一类型的，你在意的可能是 CPU 的时脉啦，是不是有平行处理多核啦，RAM 啦，硬体扩充性。那 FPGA 不外乎就是它的一个空间的大小，或者是说你可以快速的模拟的速度可以到多快。那建模的方式是不是可以使用其他的一个软体来辅助比如说还有一些自由拓谱的一些需求。那当然价位上面呢，当然就落差会也是蛮大的啦那市面上常见的不外乎就 OPPO RT、Speedgo、Place， 还有 DSpace、NI、RTDS、台风，还有我们 MR2。那有的是 FPGA 纯 FPGA， 有的是有 RT 加 FPGA， 那各有各的应用的一个场合，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你想要的这个应用的一个范围为何，来挑选你所适合的这样的 HIL 的一个产品。我认为任何一种 HIL 产品都有它的一个定位，也有它的一个用途。那只要挑选到你适合的，那我相信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那么接下来呢，有许多人会询问，有了 HIL 还需要动力计时测吗？那 HIL 并没有办法100%呈现实际的状况，使用 HIL 有必要吗？这边说明一下，在我们的 HIL 跟动力计呢是完全没有冲突的，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设备。在开发过程透过 HIL 的优势，可以加快软体开发的迭代速度。那于最后呢，再引用动力计来做验证，最终最后一步，不仅呢节能省电，而且安全性高。HIL 是一种系统等级的一个模拟，比较不针对这种比如说元件等级的来做处理。那针对演算法这一类的策略，还有是验证呢，是有相当大的帮助。而开发到测试阶段，若可以一一将这些问题呢分开来处理，是最佳的开发方式。这个就简单来说，如果说一开始你遇到一些情况，那你把所有的问题都加在里面了，比如说你就直接在实际上测试。那么开发过程，如果说你可以先排除了，比如说 DC bus 的抖动，比如说一些元件的一些问题，你针对这样的一个比较单纯的环境来进行开发，然后得到更好的一个结果之后，再添加各种不一样的一个情况跟问题一一解决，这样才是可以更快速的开发啦。那当然最终还是要送动力计上面去做实际的一个测试，我相信这不会是一个问题，而是相辅相成的。那有客户也问 MR2 有100 nanosecond 这个运算速度，那普遍业界以100 microsecond 当标准有什么好处？其实这边来讲就是精准。那以马达驱动器来讲的话，输出 PWM 与回收电流跟编码器的位置是最为关键的，所以只有对 PWM 进行更高的取样和模型的运算，才有办法跟真实的电机越接近更一致所以说只有越快才会越好，所以你说有什么好处？就是越精准。那 MR2 使用固定拓扑，使用上会不会很不便利呢？当然啦，MR2 使用固定拓扑是为了打破使用者操作 HIL 的前置作业太多，那建模啦、设定 IO 啦、部署啦、验证啦，当然一般使用者一定希望说我的测试设备可以像示波器一样这么简单的就可以使用。那么呢，这时候如果说你并不需要使用到所谓的自由拓扑的话，那么 MR2 是非常适合的，因为我们的定位就是目前业界80%的常用架构，我们就会把它建到我们的这个软体当中，而客户呢是便利于他的产品的验证所以说基本上你就去思考一下，你是不是真的特别需要的自由拓扑，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什么样的 HIL 才是最适合你的，所以基本上目前我们的客户使用 MR2 并不会感觉到使用上的不便利。那客户也会说，MR2 对马达的温度啦，这些非线性啊等等可不可以模拟？那在前面的介绍已经有提到了我们在对这种非线性的部分，我们是可以查表的。
那么马达温度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如果说你们有对于马达温度上有得到相关的数据，那对于开发人员来讲的话，其实都是等效电路模型上的一些参数的变化。所以一样的，如果说你们有这种温度上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比如说多少温度对应了多少的这个电感啊，或者等相关的变化，我们 MR2 是可以及时进行参数修改的。所以你就可以依照那种情况去修改我们 MR2 的一个参数，而且可以透过通讯自动化的部分，因此我们还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只是说马达温度对整体上的这个电感的影响，这个数据呢，还是必须由客户能够去模拟出来或取得了这些相关参数，才有办法做得到。所以模型的精准度还是完全在乎于说这个参数上的一个精准度的一个情况。最后 ，MR2 还需要搭配其他软体吗？MR2 呢，只要安装驱动程式就可以了，就可以开始执行 MR2 的软体，开始进行测试。因为它不需要建模，所以就不需要额外安装这种其他的一个软体，这也是 MR2 便利使用的一个很大的特色。那 MR2 呢有哪些独一无二的优势呢？第一个就是随插即用，可以快速执行，开始很快速的验证。那丰富的周边可以满足各种场合的一个应用，而且呢，我们有非常灵活的一个拓展性可以做联合仿真到系统等级的一个验证面对各种应用的挑战，这都是 MR2 独一无二的一个好处。最后谢谢各位参加这次的一个网络研讨会。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可以跟我们联络谢谢各位。